命由八字先天定，运由风水起波澜。我是三亮道人。今天呢，我们继续一起揭开命运的奥秘，掌握命理与气场的能量，帮助您趋吉避凶，福运相随。如果您有问题，欢迎加入我们的交流群，免费的咨询，或者是您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好了，现在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解析。进入2025年3月的第一周，在2025年3月3日至9日，生肖龙将迎来一个充满变数与机遇并存的时段。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节点是3月5日的24节气惊蛰。惊蛰不仅象征着春雷初响，万物复苏，也预示着生肖龙的整体运势将在这段时间迎来新的转折点。由于天干地支的流转，五行气场的波动以及星象的微妙变化，这周会对生肖龙产生重要而复杂的影响。在本周的7天中，既有吉日的气场和谐，但也有需要格外警惕的凶日，可能带来突发状况或潜在风险。因此建议生肖龙在此期间要参考本影片下面的解析，在把握机遇的同时，一定要规避可能的危险。首先，在事业方面，生肖龙本周的运势呈现出先缓后升的鲜明特征。前半周3月3日至3月5日可能会是一个相对低迷的阶段，工作中可能会遭遇一些意料之外的阻碍，例如精心制定的计划可能因外部因素如资源不足或团队配合不佳而暂时搁置，与同事或合作伙伴的沟通也可能出现偏差，甚至会因意见不合而产生小摩擦。特别是3月5日惊蛰这一天，天象的转变会带来一股无形的压力，生肖龙可能会感受到来自上级、同行或客户的质疑，这可能导致自信心短暂受挫。以一位从事市场营销的生肖龙为例，他可能在3月3日提交了一份新产品的推广方案，却在3月5日收到领导的严厉反馈，认为方案缺乏创新性或数据支撑不足。这种情况下，建议生肖龙不要急于反驳或过于自责，而是冷静分析问题所在，寻找改进的空间。事实上，惊蛰的能量虽然带来压力，却也是一种促使人觉醒和调整的契机。只要能够沉住气，这段时间的挫折反而会成为后续成功的铺垫。到了后半周3月7日至3月9日，事业运势开始逐步回暖，尤其是3月8日这一吉日，能量场变得更加积极，适合推动重要项目，洽谈合作或调整长期策略。例如，之前受阻的计划可能会在这2天迎来转机，合作伙伴的态度也可能变得更加配合。对于有跳槽或求职意向的生肖龙而言，3月8日也是投递简历或参加面试的绝佳时机，成功率较高。尽管本周的事业运势整体向好，但生肖龙仍需保持务实和谨慎的态度。一些看似诱人的机会可能会在表面上光鲜亮丽，但背后却隐藏着不小的风险。例如，一个突然出现的合作邀约可能承诺高回报，但实际操作中却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最终得不偿失。因此，在面对新提议时，务必深入分析其可行性和潜在成本，避免因一时冲动而陷入被动。此外，3月4日是一个适合学习和充电的日子，生肖龙可以利用这一天参加行业培训，阅读专业书籍或与经验丰富的同事交流，为未来的职业发展积累更多资本。在财运方面，生肖龙在本周的表现总体平稳，但细节上的处理至关重要。前半周3月3日至3月5日，财运略显低迷，可能会面临一些意外开支，例如家中电器突然损坏需要维修，朋友聚会增加了社交费用，或是健康方面的检查开销超出了预算。特别是3月6日这个凶日，财运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剧，可能出现突发的经济压力，比如投资项目出现亏损，
债务被人催缴，或是临时需要一笔资金来应对紧急情况。以一位经营小本生意的生肖龙为例，他可能在3月6日发现供应商临时涨价，导致利润大幅缩水。这种情况需要提前做好资金储备和应急预案。好消息是，从3月7日开始，财运逐渐摆脱低谷，进入回升期。3月8日作为本周的吉日之一，特别适合进行理性的理财规划，比如调整投资组合，制定储蓄目标，或是开展一些低风险的副业项目。对于从事商业、投资或创业的生肖龙而言，这一天还是洽谈合同、寻找资金支持的好时机，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益。例如，一位从事电商的生肖龙可能会在3月8日成功签下一笔大订单，从而缓解前几天的财务压力。尽管财运在后半周有所好转，但生肖龙仍需保持谨慎，避免因盲目乐观而做出激进决策。高风险的投资，如股票短线操作或虚拟货币投机，在本周并不适宜，建议以稳健为主，选择长期收益更为可靠的项目。此外，日常消费中也应避免冲动购物，尤其是3月6日这一天，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开支，以确保现金流的稳定。对于有贷款或债务的生肖龙，建议提前与债权方沟通，制定合理的还款计划，避免因疏忽而加重经济负担。在感情方面，本周对生肖龙来说是一个充满起伏的时期，既有甜蜜温馨的瞬间，也可能夹杂着一些摩擦和误解。对于单身的生肖龙而言，前半周3月3日至3月5日是桃花运较为活跃的阶段，可能在工作场合、社交聚会或朋友介绍中遇到让自己心动的对象。例如，一位单身的生肖龙女性可能在3月4日的公司活动中结识一位幽默风趣的同事，初次接触便留下深刻印象。然而，由于惊蛰节气带来的情绪波动，生肖龙可能会在这段时间显得有些敏感或急躁，容易因过分期待而忽略对方的真实感受。建议在表达心意时保持理性，给彼此更多了解的时间，避免操之过急而让好感夭折。对于已有伴侣的生肖龙来说，本周的感情运势需要特别关注沟通与包容。3月6日这个凶日可能会成为矛盾的引爆点，夫妻或情侣之间可能因家庭事务，如分工不均、财务安排，如开支分配，或未来规划，如是否购房，而产生分歧。例如，一对生肖龙夫妇可能在3月6日因孩子的教育费用问题争执不下，甚至说出伤感情的话。建议在这天尽量避免敏感话题的讨论，多倾听对方的意见，用平和的心态化解矛盾。到了3月8日吉日，感情运势明显回暖，适合通过一些小举动增进感情，比如共进晚餐、一起看电影，或是携手完成一项家庭任务，这些都能有效缓解压力，让感情更加稳固。无论是单身还是有伴侣的生肖龙，本周都需要在感情中保持耐心和克制。前半周的冲动表达或后半周的小误解，都可能因缺乏沟通而放大问题。因此，建议生肖龙多关注对方的情绪变化，用真诚和理解去维护关系。对于单身者，不妨在3月8日主动参加社交活动，扩大交友圈，增加脱单的机会。需要注意的是，本周的健康运势整体较为平稳，但季节交替的影响不容忽视。惊蛰节气的到来标志着春季的正式开启，气温逐渐回暖，但早晚温差较大，容易引发风寒感冒、过敏性鼻炎或肠胃不适。对于体质较弱的生肖龙而言，3月5日至3月7日需要特别注意饮食和保暖。此外，3月6日这个凶日可能带来一些意外风险，如走路不慎摔倒、搬运重物时扭伤等，建议减少剧烈运动，出行时注意安全。
精神健康也是本周需要关注的重点。由于事业和财务上的起伏，部分生肖龙可能会感到焦虑或失眠，尤其是在3月5日和3月6日压力较大的2天。长期的紧张情绪可能导致头痛、疲劳或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建议在本周合理安排作息时间，以帮助缓解压力。3月8日吉日是个调整状态的好时机，生肖龙不妨放慢节奏，享受户外散步或阅读时光，让身心得到充分休整。另外，本周的人际关系运势较为复杂，前半周3月3日至3月5日可能会遇到一些小波折，例如职场中可能因竞争或误解而与同事关系紧张，朋友圈中也可能因无意之言而引发不满。以一位生肖龙男性为例，他可能在3月4日的团队会议上不小心发表了过于直率的意见，导致某位同事心生芥蒂。建议在这段时间谨言慎行，避免卷入不必要的口舌是非，保持低调以平稳度过。到了3月7日和3月8日，社交运势显著提升，生肖龙会发现人际关系变得更加顺畅。这2天非常适合主动联络朋友，拓展人脉，或是修复之前的小误会。对于从事销售、公关或管理工作的生肖龙而言，这2天是建立合作关系、巩固团队氛围的黄金时间。此外，本周还有望遇到贵人相助，尤其是在3月8日，可能通过朋友引荐或偶遇获得有价值的信息。例如，一位创业中的生肖龙可能在3月8日的饭局中结识一位行业前辈，从而得到关键的投资建议。人际关系的和谐需要用心经营，生肖龙在本周应抓住后半周的机会，积极参与社交活动，同时保持真诚与谦逊的态度。对于前半周的小摩擦，不必过于在意，时间会自然化解矛盾。向贵人求助时，记得表达感恩之心，这将为未来的合作埋下良好基础。总之，生肖龙这周的整体运势呈现出先低后高的动态变化。前半周3月3日至3月5日是挑战与调整并存的阶段，事业上的阻碍、财运上的波动以及感情中的小摩擦可能让生肖龙感到压力，尤其是3月6日这个凶日，更需谨慎行事，避免因冲动而放大问题。幸运的是，随着3月7日和3月8日吉日的到来，运势逐渐迎来转机，事业和财运稳步回升，感情与人际关系也趋于和谐。生肖龙在这周应以务实和稳健为原则，抓住吉日的机遇推进计划，同时规避凶日的风险。通过这一周的努力与调整，生肖龙不仅能平稳度过这一周，还能为3月的整月运势的提升奠定坚实基础。